美国欺负过那么多国家，甚至有人说他是霸凌打压专业户，偏偏到了中国这里就开始歇斯底里了。大家好，我是肖印华。最近拜登团队几个重要的骨干连连发声，对中国隔空喊话，说要保持所谓的沟通。就连贸易代表戴琪这个一直拿着关税大棒不肯撒手的反华死硬派都开始出来放软话了。由此不难看出美国现在和中国对话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但是让不少人不解的是，美国口头上这么想和中国沟通，但是落到行动上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从年初的流浪气球到最近美国高官和军火商组团跑到台湾刷剧本，美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全球范围内给中国下绊子，炒作中国威胁论。有网友调侃说，美国现在和中国打交道的姿态是，你跪下来给我帮个忙。作为几十年都站在世界金字塔尖的超级大国，美国的精英应该对国与国之间打交道的基本规则是相当熟悉的，按理说不应该做出这种精神分裂的情况。而且前几年中美打交道的时候，中国好话坏话也都说了一箩筐，基本在打明牌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在中国问题上这样拧巴的心态也就越发值得人研究和揣测了。美国过去不是没有面对过能够挑战自己的对手，但无论是面对苏联还是后来的日本，美国的政治精英都是很坐得住的。那么为什么到了中国这里，美国忽然就心态崩溃了呢？原因之一可能是美国从现在的中国身上看到了当年的自己。虽然现在中美关系很不好，但平心而论，中美之间在成功方面其实有着不少的共同点。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中美在大洋两侧的位置基本是对称，美国东西皆为天险。中国虽然周边地缘格局复杂，但是北边有严寒的西伯利亚高原，西边有大片荒漠以及世界无极，南部则是瘴气密布的丘陵雨林。这种地缘优势其实侧面给了中美两国不小的合作空间。美国在欧亚大陆拼命搅局，但到了中国这片地方基本插不进手，所有牌都打了一圈，最后还是只能从第一岛链上发力，和中国的地理位置有着很大的关系。中国是靠制造业起家的，靠避险优势争取到了资本，这一点和当年美国崛起的流程也是非常接近的。美国当年吃的就是一战、二战的资本和产业集体从欧洲逃跑的红利。中国人在商业精神和商业信誉上和当年不发疯时候的美国也颇有一些相似之处。这几年即使美国在如何施压，依然有大批欧美企业在中国压重注。就拿今年第一季度的投资数据为例，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这段时间法国、英国这两个国家在中国的投资规模直接翻了6倍有余。在这种情况下，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中国用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的时间里打造了稳定开放的营商环境这张金字招牌。当然，中国和美国的国情不同，差异和分歧肯定也不少，但是这种共性恐怕能戳动不少美国人的敏感神经。毕竟现在的美国人人都在怀旧，连特朗普号召选民的口号都是再次伟大。美国人怀念过去的自己，认为过去的自己不可战胜，同时又看出中国崛起和美国崛起的相似之处，深信不疑的美国例外论受到了严重冲击。这样的角度可能也不失为解释当下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疯狂钻牛角尖，越来越缺乏理性的一个观点。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